我妈前一阵被误诊了，我婆婆温迪一番安慰，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我妈对她的印象。以前就是有点烦，现在是真的恨。前几天我妈来北京检查，医生跟我说我妈肺部像是恶性肿瘤，当时给我吓完了，我就找了很多医生看，最后才发现是结节长得有点奇怪，但其实是良性的，没事儿。但是你能想象当时被误诊的时候，那我家真是就是愁云笼罩啊。然后是温迪一听说，立马在俺家群里给我妈发微信，就是外国人非常标准的那套慰问。Oh, I'm so sorry， 就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我就赶紧给温迪发私信，我说温迪，你现在少说点这些虚的，你就表达你理解他。温迪说我懂，然后跟我妈说，我嫂子哈跟你得的是一模一样的病，去年没了，从得知到走4个月，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的恐惧，说没就没了。我赶紧给温迪发私信，我说温迪，你看你能撤回不？如果不能的话，你能不能不说你嫂子跟我妈一样的地方，你强调一下你嫂子跟我妈不一样的地方，我求你了。然后我看群里温迪立马补一句，但是我嫂子是一个墨西哥人，就是温迪他也不是不关心你，但是他完全没有说吉利话，别说忌讳词这种概念。所以对于他们，就你要是跟他生气吧，那结局只有是你跟他们生气。我知道他这个特点，因为当年我结婚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把他的婚纱邮过来让我穿，跟我说的是你一定要用我的婚纱，这个婚纱我妈穿过，然后离婚了，二婚时候还穿的它，然后又离婚了，然后给了我试了很多次，马上结婚了，未婚夫跑了，我就给我妹妹，我妹妹穿过一次，但是到那为止，这个婚纱就再没被人穿过。我说因为你妹妹又买一个婚纱，温迪说不是，因为我妹妹去世了。这个婚纱经历了3个女人，多有故事，多有历史。我一算，这不光3个女人，还5段婚姻呢，5段婚姻呢。所以以前吧，我还在想，是不是他们就对外人这样，就不在乎咋说话，对自己家人不这样。直到上个月，我小姑子妮蔻出了场车祸，住院了，轻微脑震荡。我在家里的群里正搁那码字想怎么慰问呢。我公公布莱恩啪一条信息，妮蔻今年脑震荡第2次了，爸爸先不去看你了，但是下次如果你直接进 ICU 了，爸爸考虑一下。So did they recognize you at the hospital? Frequent flyer miles? 给我镇住了。我要问大胖媳妇，我说你们的慰问方式就一直是这种诅咒型的吗？他说那你们碰着住院的，你们说啥呀？这时候你说啥也不对。我说我们直接往枕头底下塞钱。大胖媳妇说那还是不要了，他开车1年出好几回事儿，那咱家这2年出入挺平安的，你这种事儿跟他们可卷不起。哎，你还真别说，我开车这2年还真进步了。刚学车时候我也不会停车，但现在有蔚来 ES6了，自动泊车就是轻松搞定，而且 Naomi 还支持语音互动，播放喜欢的音乐，座椅按摩、加热，一切都不在话下。我觉得你扣再来可以整一辆，这2天他可以选颜色。不光我妈，我爸也深受其害。前2天我爸我还有大胖媳妇一起坐飞机从沈阳回北京，中途有一段就特别颠簸，颠的我都要吐了。然后我爸就非常紧张，手握着把手，就人非常焦灼。大胖媳妇见了吧唧，啪打我爸一下。昨天晚上我说加盘小龙虾，你说嫌贵，现在你后悔不？我爸根本不听他说话，还是非常害怕，自己捣鼓。你说飞机上这降落伞都好使不？万一我这个不好使？大胖媳妇一把把我爸抱住了。没事，爸爸，用我的伞，我抱着你一起飞。哎，但是我不敢保证啊，落地的时候要是你先落地，我可能会把你压死。你说如果我想离婚，你们能理解我不？我带着一家人去哈尔滨玩的我现在轻微脑震荡。是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去哈尔滨之前，我们要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要给全家人订4套衣服，我让我同事帮我订的，我同事就直接找的大胖媳妇说，姐夫，你给我一下你的身高体重。我同事没有说订衣服这个事儿，大胖媳妇不知道咋想的，告诉人家她身高1.8米，体重185，我同事就直接给她订了。拿到衣服，我和孩子都正好，她的穿不进去。我说怎么订的？我同事没问你身高体重吗？他说你同事问我了，但是他也没说要身高体重是订衣服啊，我以为要给我做百度百科呢。结果这个衣服就是穿不进去，因为他谎报了26斤。我说那咋办也来不及了，你的就给人退回去。我们几个穿一样的，好看的、暖和的，你自己穿你的棉马甲。他不干，他说这衣服其实正好，就是里边衣服穿太多了。于是。但是他一看我都已经联系人准备要退了，为了保住这件衣服，这个男人居然决定在哈尔滨旅游这3天，瘦到能穿进这件羽绒服。哎，真下了狠心呐！我们逛了那么多地方，那么多好吃的，人啥也不吃。第1天真挺过去了，我看他肚子真小一圈。第2天我们去泡温泉，我觉得他好像是饿到极限了，眼睛都绿了，但是嘴上就是不承认。我们吃啥他也不吃，奶茶，减肥啊！但是被我同事偷拍了，在一个放满了青椒的泡澡池里。我同事跟我说，姐，我刚才偷摸拍的姐夫。哎呀，你看看，要不你劝劝吧，姐夫这样得出事儿。我说你刚才吃啥了？他说只是一口蘸酱菜。我说你别饿出毛病来了，那衣服有更大码的，明天就到。1秒钟，大胖媳妇就放心了，甩开膀子就要吃。怎奈何当时旁边只有自助水果，奔着水果区就去了。光西瓜能吃6斤，回休息区一躺。有什么？吓整个哈尔滨一跳，回去换上了最大码的新衣服，合身了。大胖媳妇做回自己了。怎么说呢？快过年了，大胖媳妇是奔着出栏去吃的。谁跟你抢？吃的多他就快乐，他就劲儿大，他就伤害性极强。俺一家人一起去冰雪大世界，进去他就要玩那个最刺激的大滑梯。我说我不去，咱就玩点这个拉小孩这个雪上轮胎这种安全的，我怕摔。他说没事儿，你别怕摔，有我在。话音未落，晚安。
Baka baka. 他说对不起，我玩嗨了，没收住，我收拾点绳子。过了5分钟，他问我咱中午吃啥？我说杀猪菜，他说杀猪菜。我说孩子们也未能幸免。我脑袋嗡嗡，人家玩的嗷嗷的，都玩饿了。距离他换上新羽绒服只有37个小时的时间，然而就这么吃，终于在我们离开哈尔滨之前的最后一顿饭上，我们发现新到的大羽绒服又小了。太好了，那还帮他封女哎呦我的妈！封女生。你们最近看没看这条新闻？就一个英国的新闻主持人追问一个英国卫生医疗部门的一个官员吧，一个女的问他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就是有4000多个老人在没有受到核酸检查的情况下，病逝在了养老院，是不是有这个情况？然后这女的就一直搁那乐，主持人就急眼了，你乐啥玩意儿？你乐的是啥呢？当然，实话实说，这女的肯定不是觉得这事儿就有多招人笑，她一定憋不住了要笑。不是，这是一个英国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往往是就越尴尬的时候，他就越笑。我总结就他们这个套路啊，就是1笑2赞3反问，边撒花来边撒粪。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这个边撒花来边撒粪的这个套路啊，例子太多了，我本来录好几个，但是就是时间不允许，我就拿出来一个典型案例吧。我刚生完孩子以后呢，就每一个那个病房都会来一个护士推着机器来给这些新生儿来测听力。目前我是第4个，我看前三个全顺利过关，就把2个线儿放进孩子耳朵里头，看你孩子耳朵对那个声音有没有反应。然后到我这儿了。Karen, you're right. He's so cute. Oh, is it she? She is so cute. It's such a hot day, isn't it? You must be so tired, aren't you? I'm not seeing any response from your baby's left ear. She's such a cutie pie. I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she's 100% deaf. We'll just need to test it again to see if she is. Relax, we'll let you know. It's stressful, isn't it? I know. 他们这种习惯吧，那你说你有啥招？他们就认为这样是礼貌，那你愿意咋礼貌怎么来，这无可厚非。但这前提吧，就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就大家心情都比较好的时候，你笑你赞你反问那都行。但现在这不是大家情况不一样了吗？就是很焦躁的情况。然后还有人这样事儿的。今天早上啊，我去买菜去，好不容易排到我这，不是2米社交距离嘛，排到我要进去的时候，来个人就在我面前就插队了，一个又高又壮的一个就是黑人男子，就是老壮了。拿着一个就能给我装下的一个大袋子就进来了，完进来的时候插队嘛，插我前面了嘛，不光插队还瞪我一下子，一边瞪我一边进去的。虽然我平时也是个碴子，但是你得看人对吧？你这种体格的，我当时就欢迎光临，贵宾坐椅脚下。完这男的啊，就进去老吓人了，就进去拿他这兜子就夸夸往里头放酒，哎啥贵的放啥，我觉得他能扔进去20多瓶，完事也不知道咋能拎动的，完拎起来就走，也不结账就要走。然后这个女经理正好站到门口，然后就给他拦住了，就说哎先生你这怎么回事？然后他这一拦，这男的一兜酒啪嚓就朝那个女经理就给撇过去了。那女经理这闪了一下子，然后这一兜酒全砸玻璃上了，然后满地是玻璃，满地是酒。然后这时候呢，就有的员工在地上扫玻璃碴子，有的员工在地上扫酒，有的员工搁那打电话报警。然后这经理呢就一身红酒，就站到那个门口，就有点吓愣了。然后这时候有个老头，我看有老头，他已经买完菜了，结完账了，手里头就拎着他这些购物袋，然后这家就典型的就是英国的古典绅士老头，戴小帽，西装革履的，扎领带，你这出来买菜的扎领带，完事对，这块别个笔，那家伙的自己前倾15度，眼神斜视右上角，你不知道他以为他要升旗呢。完这经理瞅他这样，他搁那一站，后边人也出不去了。本来经理就焦头烂额的，完吓的，对不？经理就态度也一般，就说的 ，If you want to go, just go around it。老头就崩溃了。我不太会学这个英国这个古典的这个伦敦腔啊，那我就尽量就去学学他当时的状态。Excuse me, my love, what did you just say to me? Where are your manners? Show some respect to your elders, would you? 你看投诉的时候还整反问呢，还反问呢。完这经理往这一站，生无可恋的往这一站，就是啥也不说了。我当时我就寻思，他要是个东北人呢，他就得那一粒酒让你要着走，你不要走你还游过去啊，臭不要脸。要不要脸？啥也不是，是不是？